这是在今年4月19日，网上曝光的一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轰六 N 携带一枚全新反舰弹道导弹正在着陆的视频画面。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这枚导弹由火箭助推器和双锥体弹头两部分组成。没错，这就是中国正在秘密研制中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鹰击2.1。而没过几天，鹰击2.1海基版也曝光了。就在423海军节的一部宣传片中，里面赫然出现了一艘05万吨大驱由垂发系统冷发射了一枚全新战术导弹的镜头。这枚导弹的外形与空基版如出一辙，之前也出视频分析过，这枚导弹应该就是鹰击2.1的舰载型。而更令广大网友惊掉下巴的是，就在这两型鹰击2.1被曝光没多久，就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鹰击2.1E 竟然也来了。没错，后面这个 E 代表出口型。这个消息可谓足够震撼，因为中国官方可是从未披露过任何有关鹰击2.1已经服役的消息，甚至鹰击2.1这个名字也是诸多资深军迷脑补出来的。因此，如果这个鹰击2.1出口型真的就这么大剌剌的展示出来，那么就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自用的鹰击2.1早已秘密服役，也印证了此前曝光的那段视频。同时，很有可能我国已经拥有了更好更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而鹰击2.1E 的出口已不会有技术泄密的可能。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此次曝光图片的真实性上。起初我确实对该张照片的真实性打了个大问号，因为注意右下角处一个人的脚也在图中，而且上面各种装备的型号都是文字打上去的。而从上下的白边来看，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人拿着相机所拍摄的一张照片。那么既然不是实拍，还配有文字，那就不能排除这张照片是某人 P 出来的可能了，或者拍摄的根本就不是珠海航展的布置现场。那么网友曝光的这张照片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注意到照片左侧有着非常明显的冬奥专区4个字，有人凭此依据认为这图并不真实，珠海航展怎么会跟什么冬奥专区扯上关系呢？起初我也很是迷惑，这两者看上去似乎确实是毫无关联，于是我查询了一下，到底是哪个单位将会在下半年举行有关冬奥专区的主题，而且还能跟珠海航展扯上关系。还别说，真的有。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方微博在9月27日发布的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将亮相珠海的博文，上面就提到了所谓的冬奥专区。那么这个亮相珠海指的就是我们的珠海航展吗？我们注意到上面还提到了第14届中国航览发布会，中国航览应该就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简称，我们经常说的珠海航展其实也是简称的另一种。上面可以清晰看到第14届将于10月8日至13日在珠海举办，因此这个亮相珠海指的就是本次珠海航展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图片左边显示的冬奥专区应该就是航天科技此次参展的一部分，非但没能证明图片是 P 的，反而却佐证了其真实性。不仅如此，就在这张照片曝光后不久，另一张更清晰的照片也来了，就是这张，弹体上清晰地印着鹰击2.1E 的字样，而且这两个模型的样子还略有区别。之前那张是由圆柱状的火箭助推段和双锥体的弹头组成的完整版，而这一张则只是弹体部分，看起来并不是同一个展台。不过无论怎样，鹰击2.1E 绝对称得上是本次珠海航展上的一大亮点。应用弹道导弹反舰，中国可谓开世界之先河，之前世界上并没有先例，而东风21D 则是当之无愧的鼻祖，其双锥体的弹头外形也被集成在了其衍生型号鹰击2.1的身上。如之前视频所示，鹰击2.1已经实现了由轰六 N 携带的空基版和由05发射的舰载版。我们尚且不清楚这两款的射程有何区别，但为了要使导弹空基或舰载化，相比于陆基的东风21D势必要缩小一些。保守估计，其射程将从东风21D的3000公里缩减至1000公里左右。而珠海航展上出现的这枚鹰击2.1E是与很多无人机型一并展出，比如体型巨大的飞鸿 97A 和彩虹7隐身无人机等等，所以这款外贸版是作为空机型出口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出口型的射程可就没有1000公里了，原则上按照国际惯例，一国是不能出售300公里射程以上的导弹给他国的，所以300公里将是这枚导弹射程的极限。但它毕竟是一款市面上唯一能买到的货真价实的高超音速导弹，即便射程受限，速度和机动性也是不会打折扣的。说到空基导弹，此次航展又再出了一个惊喜。今天下午，一架轰 6K 在降落珠海机场时，并没有携带此前出现过的 KAKD-63 或 KAKD-20 空地导弹，而是左右各携带了一枚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从现场媒体拍到的细节可见，这枚高超同样采用了双锥体外形设计，弹体尾部有4片小翼，弹体中部还有一套黄色的腰线，
弹体中部下方还各有2道黑杠，似乎是托举弹体所用夹具的位置。后面还有00201003的编号，另一侧的编号则为00201002，看起来是同批次的2枚。不过想必大家也注意到了，这枚导弹的尾部并没有尾喷口，而且弹体前部还印有了 2PZD21 的字样。PZD 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应该不是破炸弹的意思吧？个人推估，这2枚应该为轰6K 所配备的配重弹。而从其外形和大小来看，与前段时间俄罗斯使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匕首高穿越速导弹非常相似，想必用途也会非常接近。当然，由于并非实弹，所以也不排除是某型地对地导弹的空射版本，比如神秘的东风12。不过不论怎样，如此来看，中国已经秘密服役的高穿越速空基导弹型号可不仅仅只有鹰击21这一个型号。刚才也说了，鹰击21能拿出来卖，自然解放军方面已经有了更为先进的高穿越速反舰武器服役。但想必并不是这款酷似匕首的神秘武器，这是轰6N 携带鹰击21的画面，而这是轰6K 携带的那种神秘高超。显然两者并不在同一量级。那么会是什么呢？如果预估没错的话，应该就是我一直心资念兹的鹰击17了。之所以将其称为鹰击17，因为它是衍生自世界上首款服役的高穿越速武器东风17而来的。这是此前曝光的同样由轰6携带东风17的空射版鹰击17被拍到的画面，其弹体与鹰击21一样非常巨大，只能单枚悬挂于机腹下方，并且其成波底的弹头特征也非常明显。此前给大家介绍过，成波底弹头的构型将采用钱学森弹道，其难以拦截性和命中精度要优于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双锥底弹头。因此，如果中国此次能有足够的底气把鹰击21拿来出口，那么个人认为更为先进的鹰击17的服役将是一个前提。而在未来更令人期待的将是把鹰击17塞进05万吨大驱的那个直径850毫米、深度达9米的大坑中了。希望舰载版也能够尽快与大家见面。目前纵观世界，能够研究透钱学森弹道成波底弹头的国家，也就只有中国的东风17系列、俄罗斯的先锋以及朝鲜的火星8了。没错，朝鲜已经悄悄领先于美国，跻身高级玩家的行列。所以朝鲜人常在鸭绿江边走走，长白山上逛逛，对自己国家先进武器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不过相比以上3国而言，美国确实略显汗颜。美国人对超人冲压技术情有独钟，研制的也最早。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是洛马的 ARRW 还是雷神和诺格的 HAWC 都还在试射阶段，距离服役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对于各国武器性能没有明显代差的国际军火市场来说，中国把高穿越速武器鹰击21拿来出口，无疑给整个军火市场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实现了反舰导弹武器的降维打击。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